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。常言道，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生病的。这里所说的五谷是小米、大米、小麦、大豆、高粱。研究发现，五谷杂粮具有均衡饮食、调节健康的作用。民间俗语更有一谷补一脏的说法。五谷不仅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，更是养生保健的滋补好食材。五谷各有各的优点，保持规律合理的饮食可以更有效地去维持健康。而在一日三餐当中，最重要的一餐便是早餐。经过一整夜的休息，身体会消化身体里面的营养物质，所以一定要及时合理的去补充营养，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去保持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。绝大多数人，特别是中老年人，在选择吃早餐时，几乎都会选择喝小米粥。但是许多医生却不建议大家在选择早餐的时候喝小米粥，这到底是为啥呢？今天就带大家了解清楚。一、为什么人们都说一日三餐中早餐最重要呢？一天之中的早餐对促进记忆是最重要的。研究人员将年龄61到79岁的老人分为4组，经过一夜的空腹后，每个老人食用纯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或不含碳水化合物的安慰剂这4种早餐中的一种，餐后15分钟进行记忆测试。结果发现，早餐中摄入的热量，无论是来自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还是脂肪，均有助于促进他们的记忆力。先前的研究发现，碳水化合物对记忆很重要，因为碳水化合物能够促使体内的血糖含量升高，加强记忆。而这个实验中，蛋白质和脂肪能够促进短期记忆的发现，则使研究人员感到惊奇。研究人员指出，空腹后摄入卡路里是促进记忆短暂爆发的关键，而不管卡路里的来源是什么。当然，碳水化合物对记忆的维持有长期作用，因此应该推荐食用富有营养的早餐食品，如蔬菜、水果、全麦谷物等。此外，这个研究是在老年人中进行的，由于他们的记忆力处于下降的阶段，不少人会出现认知障碍的早期症状，因此吃好早餐对减缓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的。2、早餐不能吃小米粥。很多人，特别是中老年人，都认为喝小米粥是可以温暖身心、养护肠胃，所以大家在吃早餐时就会选择喝上一碗小米粥，既营养又能够养胃。但其实小米粥并不能够当成早餐，主要原因与以下这几点有关。一、小米粥是碳水化合物，营养单一。选择早餐时，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小米粥，因为小米粥属于是高碳水化合物的一种代表，其中的营养成分很单一，绝大多数的物质都是碳水化合物。作为早餐来食用的话，会不利于身体进行新陈代谢，长期单一食用还会容易增加营养不良的问题发生。2、膳食纤维含量高，不好消化。小米属于一种杂粮，太多杂粮的话会不利于消化。早上喝小米粥会使身体里面的膳食纤维过高，此时会容易影响肠胃的功能，还会容易增加消化不良和食欲不振等问题的出现。3、小米粥含糖量高。对血糖水平偏高的人而言，小米粥也不太适合当成早餐来吃，因为身体在消化小米粥的时候，会将大分子物质转化成小分子物质，如此一来便会消化吸收，从而形成葡萄糖堆积在身体当中，这就会容易升高血糖，并且会容易增加餐后血糖水平升高的风险。3、医生不止小米粥，这4种早餐趁早的撤下餐桌。1、剩饭剩菜。很多人前一晚一不小心把饭做多了，就会剩下，这个时候也秉承着勤俭节约的美德，把剩菜剩饭放入冰箱当中储存，然后放在第2天早上去吃。但是剩饭剩菜在经过1个晚上的时间后，容易出现细菌滋生，导致食物变质。剩饭剩菜中的营养成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的流失。
使得食用后的营养价值大大的降低。另外，早上的胃肠功能相对较弱，消化能力较差，食用剩菜剩饭容易引起胃肠道的不适，甚至会引发食物中毒等的疾病。2. 速食面包。许多人在早上时根本没有时间做早餐，这个时候忙忙碌碌的，到了公司之后就会选择吃一包袋装的面包，或者是吃几片饼干，以此来应付早餐。但是这种速食面包和饼干当中几乎都含有非常多的糖分和油脂，另外在经过高温烘烤制作的过程当中，也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。其中过高的糖分和油脂不仅会容易增加血管的负担和压力，还会容易带来肥胖，并且为了增加保质期，会添加过多的防腐剂，不利于个人的身体健康。3. 白粥配咸菜。很多老年人因为生活习惯或者是偏好，会选择简单的早餐，例如粥配咸菜，但是这种吃法并不健康。咸菜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较高，长期的食用会刺激胃黏膜，增加胃癌和胃病的风险。此外，咸菜中的钠含量也是很高的，过量的摄入会导致动脉硬化和血压升高等的健康问题。4. 方便面。方便面是由于吃起来很方便，因此而得名。想吃的时候拿出热水冲泡5分钟就可以享受了，是很多上班族和学生党的必备食品。但是方便面的本质是属于一种单一营养的主食，经常大量吃的话，只会给身体带来碳水化合物和油脂，并不能够给身体带来其他的营养素，这就会容易的发生营养不良。另外，方便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经历油炸这个步骤，调味包当中也含有过多的油脂和盐，经常吃的话会容易增加肥胖，并且会容易带来代谢紊乱问题。5. 油条。油条也是常见的早餐之一。早上起床之后喝一碗热乎的豆浆，吃着酥脆的油条，别提人生多滋润了。可是油条也是常见的油炸食品，经过高温油炸会产生一系列的油脂成分，长期食用油条不仅会造成身体肥胖，同时也会加重胃肠道的消化负担，危害身体的健康。尤其是患有高血脂以及高血糖的人，油炸食品中含有的脂肪物质会导致血液浓度持续增高，危害心脑血管健康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4. 2种最好的早餐搭配，你吃对了吗？1. 牛奶和全麦面包。牛奶是一种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，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营养，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持饱腹感。而全麦面包则是一种非常好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，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能量，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持血糖稳定。2. 鸡蛋和蔬菜沙拉。鸡蛋是一种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，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营养，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持饱腹感。而蔬菜沙拉则是一种非常好的纤维素的来源，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纤维素，同时也能够提供多种的维生素，还能帮助我们保持肠道的健康。5. 几点吃早餐最好？根据专家的建议，最好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吃早餐，这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，我们的身体是处于代谢率最高的状态，能够更好的吸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。当然，对于每个人来说，最佳的早餐时间也可能会有所不同。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需要早起，那么他们可以在早上6点到7点之间吃早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下期见。